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2026年中国大陆这一回亮出它的稀土定价权的一个王牌。那 G7 开始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他们是慌张了，现在聚在一起讨论要来设这个稀土的价格底线。那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则是不断的祭出它的深海的豪赌，在这边要挖这个稀土矿。不过呢，会不会沦为笑话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2026才刚开始，我们要来看到大陆现在呢亮出它的第一张今年的第一张王牌，正式宣告呢，稀土价格武器会成为它的一个王牌战。因为呢，我们要来看到1月9号正式上线的这个是中国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在这边它有了一个全新的稀土价格指数，也全面的上线了。指数涵盖的范围包括了许多的稀有的稀土，不管是从蓝到钋到铷等等都是。它涵盖的这些范围包括了每日的成交价、单周的价格指数，还有单月的价格未来预期。现在可以看到股东的结构也相当的完整，一共是13家来自于中央跟地方企业一起来出资的，所以呢可以看到包括了这个北方稀土啊、中国稀土等等企业都涵盖在范围当中。所以可以看到中国从这个原料开始掌握源头，一直到加工，甚至现在还掌握了整体这个定价权的垄断，被视为是稀土3大步骤的大战略。等于掌握了全球的话语权吗？它未来可以做一个官方的定价锚吗？上次哥怎么看？哇，2026年如果对全世界资本圈来说，这个中国大陆推出这个稀土的交易所，真的是震惊四座，而且要知道，这个美林高盛啊、包括野村都没有掌握到前面有任何迹象信息。所以中国大陆真的是有备而来，而且推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整体，得是凭空出世，在沙漠中，广大的资本沙漠中，它萌生个绿洲啊，所以会很吸引到很多人关注，甚至会投入。为什么这样讲？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么做啦？首先，我们先来看，首先，在整个稀土来说，它基本上在长期从这2年被视为是中国大陆的国家政治操控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有很多东西对于一个中国的指责，而且有很多的怀疑、很多悬疑，很难相信。现在下放到一个市场机制，所以当你有个具体的交易所，都是电脑在交易，也有监管的部分的体制的时候，它会从国家控制变成仿佛是市场在流通哈。第二部分是各位要知道，稀土管制成本对中国很高，你抓大放小，抓小放大，整个政府部门里头有多少人做这些事情，海关都累死了。所以当它变成个市场交易的时候，就是第3点。一旦完成这交易所的时候，因为价格会清楚，因为流动清楚，所以它就反而变得相对透明。什么意思？谁买，谁在操作，谁在卖，这些东西的所有的需求会因此就不用中国大陆用情报系统去掌握了，市场都追踪得到，而且秀的实力就让你看到13家，大家都不知道稀土是谁，这13家变全世界最厉害的13家公司，所以可以拉抬整个在稀土产业的市场性。所以在这里，我要注意，中国大陆最近有整个大的结构，包括黄金。那其实对资本投资有概念的时候，其实这整个概念是什么？是学伦敦金属交易所。我们知道 LME 伦敦交易所它已经发展了上百年了，它当时其实就为了不锈钢材这件事情，所以它金属交易包括了铜、铝、镍、锌，包括铅、锡，主要这2个。后来金跟银也可以交易，所以它掌握了这个权利。伦敦很厉害哦，当时连伦敦佬它什么概念？它就是做期货交易。在这里，大家买3个月之后的去预测那个价格再交易，然后呢又有期权，你买不了矿，你就买它的权利吧。还有伦敦最厉害的是，也可以在伦敦交易。我因为过去曾经有这个长辈带我这个操作一下镍矿哈，所以我完全了解过程。伦敦的厉害之处就包括我比如买了1吨的镍。我是可以真的交易，然后在伦敦做矿物提出来。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进行的，比如说像黄金，黄金可能放在上海，但它的交易像香港未来会成为黄金另外一个新的交易所。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现在要挣脱全世界对它的各种的资本结构制度的控制，它开始长出自己的结构。黄金可以猜测它要平衡别人，平衡美金，但稀土这是中国大陆的绝对权威，令人侧目，也值得关注下去哦。
好，所以看到稀土正式的进入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交易金融市场里面，那被视为是稀土界的上证指数哦。所以呢，我们看到欧洲国家看在眼里，现在可紧张了。包括 G7 的财长，赶快呢就说，我们现在赶快聚在一起吧，讨论一下现在到底该怎么做呢？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位是 G7 的财长，他在华盛顿这边召开的紧急会议，直接点出了财长贝森特的心里话，就是说，赶快吧，我们一起设立所谓的稀土价格底线。不要被中国大陆给完全掌控了。但是现实是 G7 他们其实矿产需求非常高，全球的话他们就占比的大概达到60%。但是讽刺的是，包括了说这个稀土他们拿不到货，没有加工配套，又没有成本优势，到底要怎么去掌握这个定价，跟中国大陆来比拼呢？大师怎么看？对，因为你要掌握它的定价的一个权利哈，你前面要有2个先有的基础。刚刚也提到，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原料你要垄断；第2个，加工的技术你要垄断。对，那所以这个东西你才有定价权的垄断。那也就是中国建立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用市场机制来决定这个价格，也就是中国本身的13家或23家稀土产业之间的这个价钱这个相关的产品的价钱它透过这个交易市场这个市场机制先做一个整合，那你这个价格出来以后，你外面可以不从了，不从你就到别的市场去买了，对不对？你一定买不到这个价钱。那也就是说，我有这个价钱，我有这个定价权，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怎么样，这个所谓的这个加工的垄断在中国的手里，尤其重稀土的加工，几乎90%以上是中国大陆。那你原料，中国大陆不见得是完全垄断，可是呢？那也已经说是大部分中国大陆可以控制了，那问题就变成你的加工垄断是中国大陆。那所以你这种重稀土的话，那中国的市场机制决定了一个中国所有这些出产稀土国家，大家都照这个指数来定价的话，你想到中国来这个在中国的不同市场中市场的混乱价格中你捡便宜那个是捡漏是没有机会了。那更不要说外面中国市场外面。这一些还有的这个，比如说澳洲的或者说美国还有1-2个这个稀土工厂，你只有跟着中国价钱走，因为它绝对没有办法跟中国的产品做做这个竞争它的成本一定高于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中国大陆抓住这个机会把整个一整类的产品抓到自己手里来定价，这个是一个在中国在全球性的竞争里面那掌握了一个先机，也掌握个优势，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把中国市场自己本身先整合起来，联合起来，这就很重要。中国市场的中国厂商彼此大家怎么样不恶性竞争，大家都怎么样顾及彼此的这个做一个底线的一个要从市场机制里面做出一个指数出来，对，你就不要乱定价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变成必然会成功。那等中国大陆掌握了定价权，那将来即使是西方很多国家，它在生产的过程中在取代中国的稀土一定他们会有越来越多的稀土。可是呢，他们已经把定价权已经交给了中国的手里面将来要跟中国竞争的话，会更加增加难度。好，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掌握了这个定价权之后，不只是欧洲国家紧张，其实另外一个国家，东亚的日本也非常的紧张，因为中日关系先前陷入非常紧张的气氛，所以中国大陆不是对这个日本加强在居民两用的这个物资出口管制吗？这当中就包含了稀土，那所以日本呢，他就要自己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自己来开采稀土，于是他们就是在这个南寮岛深海稀土这边来做开采，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它也面临到了许多问题，不管是它的稀土矿船水深的问题，或者是它这个大规模稀土泥浆开采的技术挑战，或者是它的成本都甚至最多比大陆高了数十倍等等，都有非常致命的问题。再来就是确实中国大陆掌握了90%以上，从稀土的精炼一直到加工等等，就连唯一可以帮忙日本的美国，它的这个唯一的稀土矿加州的这个轻稀土矿80%都还是要运回中国大陆去做加工。那日本这场豪赌到底能不能成功？干哥怎么看？好，我们先不说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们要先看它到底要在多深的海底去挖稀土矿
这个其实是在多久？4年以前啊，日本的海洋研究机构 JAMSTEC 这个机构他发现了，说在小笠原群岛那里面的南鸟岛啊，小笠原群岛距离东京2000公里，很远啊。但是这个就是偷袭珍珠港当年日军联合舰队的集结地。这个地方的水很深，这地方是专门供应就是大型军舰啊，准备开拔往前进，而且那边的天气在太平洋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小笠原群岛其实老实讲一句，日本很重视一块区域，所以他们做很多科研。结果真的在4年前就发现说，哎呀，这海底有稀土哎，不过平均深度是多少？6000公尺。6000公尺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铁达尼号沉在多深的海底？2000公尺。是，它是3倍。你3倍，你有没有这个技术跟能力？我现在讲一句实在话，除非国家支持，也就是说，不是叫一个科研机构去动手挖，他其实用了3个礼拜的时间试挖看看，在2470公尺的地方，他们挖到了一些样本，去这个比对之后，发现这些稀土有地、如、山等等这些稀土的基本元素，觉得这非常有开采价值。然后它的那个钻头哈，那高差不多70公尺。然后呢，他们就说，那个巨型钻井水管啊有60条，他们说这些装备去挖的话应该够了。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远远不够。为什么？这就有点像什么？就像有点像你在月球采矿一样，那是多么的艰难呢？我来讲一下海水采矿有多难。我讲一个趣事给大家听。2018年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以前是我们的台中市长，他跟德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叫霍夫曼探勘公司说，要在台中市的外海，他要开采这个每年可以开采出多少吨的那个镁或锂，你知道？结果发现是骗局一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霍夫曼来跟他张灯结彩，来握手，然后盖章，然后签那个合作备忘录，结果我们国内的媒体一查，霍夫曼在那个德国是巴伐利亚乡下的一个民宅里面的一人公司，就一个人而已。我们，然后他说他要在台湾投资1100亿，结果马上打电话回去，人都跑了不见了。他到底拿了什么好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讲这个小故事的原因是告诉各位，外国也会来骗子的。所以日本说他们要开采这个小笠原群岛里面的稀土矿产，我觉得根本就是不可行。我怀疑啊，当然日本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但他们怎么会异想天开到，就算你提炼出这样子的稀土元素，你还不是要送回中国去提炼？因为你没有精炼技术。日本现在正在就是说想尽办法从澳洲、从美国进口稀土，然后也提升自己的精炼技术，但是那要好多年嘛，就跟氢能源一样，那不是2天做得到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都觉得像天方夜谭一般哈。我认为还是回到现实面里面来。地球号你挖不到的，就算你挖到了，你会发现很难提炼。当你在就是说中途发现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计划整个给抛弃了。这只是给国内的一些民众或者产业增加一点信心而已，对于实质的这个稀土产业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